好了，朋友们，这次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意大利篇。这是我第一次不在中国、英国以及日本这3个我最熟悉的地方做视频。其实我去意大利已经去过3次了，这次是第4次。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国家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历史、艺术、人文、自然什么的，所以意大利我觉得是整个欧洲最完美的一个旅行地。去意大利呢，大家得准备这些东西，首先是申根签证，然后是这个2聘的转换头啊，这是欧洲欧标的啊，跟英国不一样。那么还有欧元，因为意大利流通的是欧元，还有就是 SIM 卡以及洗漱用品啊。整个欧洲跟英国一样，它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没有洗漱用品，特别是拖鞋啊，尤其是像我们这次住的 Airbnb， 所以这些东西更要准备好。意大利虽然是个很美的城市，但它却是欧洲的贼窝，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好防盗。这次意大利之行的主菜是意大利北部的多洛米蒂啊，最近非常火的一个徒步的地方，自然景观非常的漂亮。这次我们正好趁着还没到非常旺季的时候去玩一次。去多洛米蒂的话，最近的2个城市，一个是米兰，一个是威尼斯，可以选择就是从米兰进，威尼斯出。他们的分布是一个三角形的分布，多洛米在北边，威尼斯在东边，然后米兰在西边。这样安排行程的话，大家又可以看到漂亮的风景，又可以去2个比较有名的城市啊，一点也不亏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这次就是从米兰进，威尼斯出，中间4天会待在多洛米蒂。我这次出发的地点有点神奇啊，就是从英国出发到达意大利。我这次乘坐的航班是臭名昭著的 EasyJet。OK， 万事俱备，我们出发。走了，小乌冬。好，家人们，我们现在出发去英国的盖特威克机场啊。这次旅程有2位同伴，一位是寇姐啊，她明天会在米兰跟我们相遇；另一位是我们的露娜姐啊，新嘉宾。OK， 我们3个人这次出发去多洛米蒂。从伦敦去意大利的利纳特机场坐的是非常著名的廉价航空 EasyJet 啊，在欧洲居住的朋友或者是在欧洲旅行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航空 EasyJet 啊，还有类似的像瑞安航空和魏兹航空，这些都是欧洲的廉价航空啊，他们的特点就是便宜啊，当然他们的便宜呢，纯粹是在票价上的便宜。就比如说我这次的票价其实只有200多块钱人民币啊，但是票价是不包含行李的，然后行李额一般都是比票价要贵很多的。我这次买了15公斤的行李额，差不多是700多块钱吧。虽然便宜，但是它有很多坑。首先就是刚刚说的要买好行李额。第2点就是大家的随身行李额一定要是它要求的尺寸，就是登机包这种尺寸，千万不要多带，尤其是拎行李箱的，因为它跟国内的廉价航空不一样。国内廉价航空有时候它虽然规定了，但是它其实还是挺宽松的。但是在欧洲的这些廉价航空却不一样，它会拿一个篮子让你把东西放进去，如果放不进去的话，就绝对不能上飞机啊。给大家讲个笑话啊。就是很多时候这廉价航空的票价可能就200-300块钱，但是从市区到飞机场的来回票价都要比这个飞机票要贵啊。欧洲最小的飞机啊 ，EasyJet。货运局促。哎呦，意大利的阳光。好热呀！意大利这2天5月份都已经30几度了，欧洲一般5月份都20几度了，然后这日子都被我碰上了，哎 ，Go！ 太离谱了！我们在这里站了1个小时，然后没有任何人来帮我们过关。本来以为这个小机场能过关过得挺快的，没想到咱已经等了1个小时，估计还得等1个多小时。意大利这国家完蛋了，我跟你讲，还没有来玩，已经罚站了2个小时。走吧。是你的箱子？是，这么烂只有我的箱子。走。米兰还有个机场叫马尔彭萨机场，从中国过来的话，一般都是在马尔彭萨机场落地啊。从马尔彭萨机场到市区的话，就要乘它机场快线，可能差不多1个小时。我们现在在的是利纳特机场，是个贼小机场，但是离市中心比较近，乘地铁可能半个小时就到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去乘地铁，
现在已经晚上9点钟了，我不知道能吃不吃到饭了。这边出来之后，往 Metro 方向这个走啊。整个意大利离中国的时差，夏令时是6个小时，冬令时是7个小时。我们现在5月份是夏令时，所以离中国是6个小时时差。如果大家夏令时来的话，白天时间会比较长，所以玩的会时间可以更长一点，而且气候比较好。就是这个 M4啊。然后在意大利这边坐公交的话，大家最好也是准备自己的 contactless 的一个信用卡啊，可以直接刷进它的地铁。当然也可以自己买票啊，买票就是动作慢了点。米兰这边的公交是单程2.2欧，然后90分钟内地铁跟巴士都可以免费换乘，价格还算可以，不算很贵。然后这边写的就是直接可以用信用卡，用 contactless 的信用卡直接可以刷这个地铁。我们直接到这个闸机去刷进去，好，就可以进去了。然后在意大利的话，大家导航的话也就谷歌地图就比较方便，反正只要有谷歌地图，哪里都可以去。意大利火车还挺新的啊，比英国强太多了，英国垃圾了。太惨了，地铁直接 strike 了啊！我们现在撑到一半被赶下来了，现在只能又去乘公交啊。咱看看米兰的城市啊，看着很 fancy 啊。这波出境可谓是人生第2惨了，还不能算第1惨。第1惨是在英国出境3个小时，凌晨3点才出境了，这个还比不上这个。终于来了。可以的，现在应该是免费的。现在感觉意大利的公交吊打伦敦，车也很干净，地铁跟公交都很干净，还有空调，主要是有空调，伦敦连空调都没有。然后下车的话，只要摁一下这个就行。公交车又把我们扔下了，最后我们得一路走回民宿，我靠，走20分钟，惨不惨？啊，还没去多洛米蒂徒步，就已经开始在米兰市区徒步了，太惨了！哎，这个 Airbnb， 我去，看这小电梯，我看，哎呦，哥们儿，哎呦我去，4楼，我操，好吓人！呼。是不是按一下 stop？ 哎 ，stop， 不是 stop。哎，等一下。我们现在是4楼是吧？然后呢？是不是到3？我们回去3楼一下，再上4楼。我们试试3楼能开吗？来，我看一下。可以。那我们就在4楼。好。还是我们爬楼梯上去得了。来，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哦，活了！我去！我去他妈！哎呀，这太艰难了。得给它关掉。对。这样子。开。哦。哇，开了。像探宝一样的绝了！来探个房，有空调呢，很干净哦。这是厕所，哇，好大呀，好大的厕所。那个房间长什么样？哇，好大！我靠，巨大！这又是个房间，这可是我挑的。这么大，好爽！但这个也没啥用，这个明天赶紧买外卖回来。今天晚上就可以订外卖。哦，这有个。这还有个阳台，对，这个阳台。明天白天再来。对，这还有个。那边大晚上不要乱叫。这个 Airbnb 其实本来是给4个人订的，然后因为我们本来4个人变成3个人了，但是3个人住也可以啊。
然后价格是2晚3300到3500吧，好像。米兰这边酒店还是挺贵的，然后3个人住的话 ，Airbnb 比较划算，而且我们这酒店离中央火车站可能15分钟的脚程吧，所以这还可以啊。命运多舛的一天，我靠，哎呦。我们11点的晚饭来了。不容易。希望明天能顺利点啊。好吃，现在吃什么都好吃。Buongiorno， 各位，刚刚说了一句很垃圾的意大利语啊，就是早上好的意思，当然发音肯定不标准。Buongiorno。应昨天的风波，今天早上起来也挺早的啊。然后这是我们 Airbnb 的一个阳台，啊，还是可以的啊。然后从这边望过去啊，这个街区还是挺安定的啊，也不吵，而且看上去挺安全的。在意大利的话，大家一般说英语就可以了，尤其是在米兰这种大城市，可能在一些小城市说英语有点困难，但是大城市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不过也可以学2句简单的意大利语啊，比如说最简单的2句就是，你好和再见，叫ciao，CIO， ciao，还有一个就是谢谢，grazie，我也只会这2句啊，刚刚那个早上好像是现学的。我们今天行程就是非常简单的米兰 City Walk 啊，米兰其实没有说有很多像罗马那样的景点啊，其实它整个的好玩的地方基本上就在它的老城区市中心那里啊，所以差不多1天就够了，对我们来说。好了，我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吃个早饭，然后再去接扣姐。哎呀，这昨天晚上看不清啊，今天看这米兰的大街啊，还是很漂亮的。哎呀，你看这小房子上面这植物啊。有点东西。还得是时尚之都啊，不是瞎说的，其他都是地底。看这建筑真漂亮，非常典型意大利建筑，尤其是那个窗，它那个窗就像这种百叶窗，长长的百叶窗，特别漂亮。正好一道光打上去了，很漂亮的一家咖啡。甜到齁，我靠！说到意大利呢，就得提到这个东西啊，就是咖啡啊。现在我也啥也不懂，我就点了杯 Ice Latte 啊。等咖啡警察过来好好点一波。还行啊，不齁甜。没那么甜。它里面是，这里面是什么呀？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它是带酒的。应该是朗姆酒，还得是学个签。这是酸这几拉，这是酸奶。我们在米兰乘公交的话，昨天已经跟大家演示过 ，contactless 信用卡刷那个它的闸机就可以了，然后单程是2.2欧，不管是巴士还是地铁啊，只要是在米兰1区到3区内都是这样的。其实如果大家是一日游米兰的话，可以买一个1日券通票啊，现在2026年是7.6欧，可以在地铁的闸机上买啊。我现在就去地铁站去买一个1日通票，应该就是这个机器啊，24小时就买这个东西，大家拿信用卡直接这样的摁就可以了。OK， 这个票就出来啊，长这个样子啊，直接刷这个就可以进去了啊。OK， 这个票子除了地铁，连公交、巴士也可以撑的啊。在米兰玩不想走路的话，就可以用这个票子。还有一点，大家如果在米兰乘公交的话，除了谷歌地图啊，还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 ATM Milano， 这个 APP 是这边当地的一个公交系统啊。我个人昨天试了一下，比谷歌地图要准很多啊。今天早上试了一下也是啊，所以大家可以2个 APP 共用啊。买地铁1日票的话，其实那个 APP 也是可以买的，但是我没有试过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说到米兰，不知道大家脑子里会是什么我这脑子里有几个词儿啊，就是我的刻板印象。第一，当然是我米兰哥，桃园3协议大哥 ，AC 米兰、国际米兰是这个
城市的标志吧，我觉得。除了这个嘛，米兰就是著名的时尚之都啊。其实我对时尚也没什么了解，我就随便说说啊。这个建筑风格都非常的有 sense 不愧是时尚之都啊。米兰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历史古城嘛，但是我觉得米兰的历史地位跟罗马啊、跟威尼斯啊，甚至那不勒斯比啊，都还差一点啊。来了，刚说到米兰歌啊，这是贾兰黑啊，满大街都是这种元素啊。米兰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呢，其实是中餐啊，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想到过啊，就是据说全欧洲，最好吃的中餐就在意大利啊，在意大利中呢，米兰的中餐又是最好的啊。大家如果在米兰没有那么想吃意大利菜的话，其实中餐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啊。有轨电车，哎，就跟感觉跟葡萄牙的很像啊，就这种小小的有轨电车。这个有轨电车，我们的一日 pass 也是可以撑的啊。哇，这就是米兰著名的中央火车站啊，也不是著名吧，就是大家都会来的一个地方——中央火车站。哦，这个建筑不知道是新建的还是老建的啊，非常壮观。呀，来了，睡几个小时？得有18个小时。哎呦，睡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从寇姐9点半落地。然后到这边米兰市中心差不多1个半小时，对吧？但是我因为我没有在米兰过海关，我在芬兰过海关。对，芬兰过海关的体验应该会比米兰好。我们在这里买寇姐早饭啊，她准备用 Apple Pay 来付款的。今年就中国的 Visa 卡可以绑手机 Apple Pay， 我们来尝试一下，因为我是 Mastercard， 所以绑不了。哎，成功！我靠，丝滑啊！好了，我们安顿完了，已经中午12点了，又到吃饭时间了。今天早上全是在吃东西啊，真正开始玩，我们还从下午开始玩啊。我们现在到斯福尔扎古堡附近啊，去吃个饭，吃完饭之后再去玩啊。出站刷这个就可以了啊，真不错呢，是吧？非常的 chill， 大家都非常的，用现代话来说叫松弛。有有轨电车？也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啊，一个小巷子。好，我们刚刚成功汇合，我们一起打个招呼。你在？哎，我们成功汇合了。我们来到了一家我们民宿推荐的一家意大利面店啊，这上来就很离谱的一个排队啊。本着来都来的精神，要吃看它到底有多好吃。这个搓面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像搓橡皮泥一样的一搓。我这排了20分钟的意大利面，它得好吃，它不好吃我打死它，必须得好吃。气泡酒，漂亮酒，真的很淡。在意大利吃饭的话，如果大家要点水的话 ，still water 是要钱的啊。哪里都要钱。只有欧洲是要钱的。然后它这边我们这个店 tap water 它不给，所以就只能点，但我没点。它这个 still water 贼贵，一瓶要750毫升。来啦，罗勒意面啊，这个是，哇，你这个肉酱面有点厉害啊。这个是牛尾酱 pasta 啊，这个是什么圣女耳朵面啊？中文翻译是这个，我也不知道。看就是满满的 cheese 啊。我吃过量最足的一份牛尾，18欧呢，我的哥，我的姐。19欧。这个你可以啃的，你看。哦，哇，可以啊，这19欧不亏，我靠，不只是 pasta。好吃的。cheese 味重吗？它的cheese味肯定重。我喜欢 cheese， 它的cheese味绝对重。刚我们看在橱窗里面看到，油橡皮泥，没有技术含量的面条，奶油味儿太重了。哇，满口 cheese。被意大利菜专家 diss 了一下。意大利是我老家，注意。对不起，我就等你的剩菜了。我来吃我的罗勒，看着就非常有食欲的一个绿色菜。我这个不行。是吗？那我可以增加点咸味。打个分，在我吃过的 pasta 里面中等吧，不是特别好吃，好吧，但也不差。排了20分钟不太值。你吃过最好吃在哪里？其实在伦敦。
然后我们说我们在上海吃到的最好的，有点尴尬。房砍了78欧，天哪！它其实只有70欧左右，然后它的税10%，是吧？座位费是9欧，3个人1人1个3欧座位费，就相当于吃饭吃了个65，然后交税交座位费吃掉个15欧，可恶！这是应该是个教堂吧？教堂下面有几个人在那里吃。这应该是不知名的那种小。对，但是很漂亮，真好。我喜欢的生活就是夏天，像欧洲人一样坐在草地上，包括英国人坐在草地上跟朋友哈拉吃东西，真好啊！意大利这边最多的那个便利店就是家乐福啊。我们去家乐福买点水啊。我们来看看家乐福有什么。它这边的超市比英国干净太多了。是不是有车轮子类的？上海人这边最常见的这个果汁，这就是矿泉水。你看0.63欧一瓶。哈士堡出现了，大家看这个哈士堡千万不要买啊，巨难吃哦，甘草味哈士堡，超级难吃。Apple Pay 这边一刷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我们现在走着就走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叫斯福尔扎城堡啊。这好像是一个14世纪的一个米兰这边的一个统治者吧造的一个城堡啊，叫斯福尔扎啊，就这么简单啊。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堡垒，就是个城堡吧。这个是米兰最重要的建筑物之一啊。斯福尔扎一世于15世纪在14世纪防御工事的遗迹上主持修建的。里面其实有很多馆藏，像米开朗基罗啊、达芬奇的东西啊，还是很壮观的啊。其实从天上看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城堡，好像一边长好像是200米啊，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是200米啊，全是这种石头建的。它这个城堡就是这个是个正方形，但是它还有一个六芒星一样的一个创意。这个可以免费进吗？这两人一看就是个坏蛋啊，千万不要被他们盯上啊！这两个人就是拿着那个东西要套你手上，然后套到手上，你就要被他们坑钱啊！赶紧溜，反正他们听不懂我是在说中文。啊，很大的一个城堡，进去参观的话是要钱的啊，但是我们走在里面就不要钱啊。大家看，这上面是斯福尔扎家族的这个家徽，长得像就是一个蛇在吃人啊。这是他们的母家族叫维斯孔蒂家族的一个标志，就是米兰一个比较统治级的一个家族啊，蛇啊。然后大家看那个标，就是旁边有个十字啊，意大利那个车阿尔法罗密欧就是这个标啊。这边还能进去啊，还是免费的啊。哎呦！厉害啊！虽然我对这段历史不了解啊，但是挺厉害的啊。这边都是免费可以有来的啊，但是好像进这个就是要钱的吧？啊。那边就是一个大公园，叫斯皮奥内公园啊。这边又是一个经典骗人套啊，千万不要上当啊！这个是托啊，这个人是托，这些都是托啊。冲上去的都是托啊！真的有人还在被骗，我不敢相信。这就是城堡外围啊！好，我们现在这边过来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啊，斯皮奥内公园啊，这边应该就是他们这边米兰市中心里面最大的一块就是公共的公园。然后我们正前方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公园最北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长得很像凯旋门的一个地方，那个就是也是拿破仑在征服意大利之后做意大利国王的时候，造的一个凯旋门啊，但是他没造完，拿破仑就倒了啊。我们现在从这边旁边绕过去，绕到和平门去看看啊，走。米兰的海德公园。这确实是米兰海德公园，这确实米兰市中心最大的一个公园啊，但我觉得没有海德公园好，说实话，对吧？是吧？有一点那种错落有致的感觉。对。哎呦，还有几只绿头鸭，已经见惯不惯了啊 ！Hello， 瞧，这里好多乌龟在这里晒太阳。
这边能看到那个城堡呢，这个角度也不错。啊，这边就是和平门了啊。这扇门叫和平门的话，这个公园是不是也可以命名为和平公园？好冷啊！那个其实最早的一个凯旋门呢是古罗马，也就是在罗马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吗？是那个遗址里面。对，那个遗址里面有个凯旋门，那是最早的凯旋门。然后法国的凯旋门是拿破仑为了效仿古罗马大帝建的。那么这边这个米兰这个也是拿破仑在19世纪的时候成了意大利皇帝之后想造的，他统治的时候没有造好这是后来人造的，然后造完之后变成了和平门。这边就是我们走到这个和平门的底下这个建筑确实很新20世纪的时候重修的，所以它这个大理石还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的现在有那种意大利假日的感觉。对的，阳光、绿植还有音乐还有景点看见没？好有趣的电车，可以。从这上，在这里刷卡，刷个卡，有用吗？可以。这个小电车也太复古了吧！而且你看你头顶的灯，还挺有意思的下车的话应该也认这个键，就摁一下就行。哎呦，下车，坐了2站路。车上好热。小车，这咱体验一下，反正也不要钱。这个还有一个自来水城市自来水直接洗手，挺好玩的。我们现在前往的是一个地方叫恩宠圣母堂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教堂，但是它最有名的就是达芬奇的著名画《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那个上面。要看这个堂的话，其实票非常难买，一定要提前2-3个月才能在它的官网上订。一定要看清它的官网上什么时候放票提前去抢票当然它除了那个时候也会提前1个星期的星期三放出下个星期的票子所以其实有2次机会去抢票，反正它一张票是15欧。参观最后的晚餐的话，每一次一批人只有15分钟的时间，相当于1分钟1欧我觉得贵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能看到最后的晚餐是确实很不容易的这个房又是很神奇的房子，全都是爬山虎哎呀，这个地方真漂亮哪儿都这么漂亮，时不时有个人会出来给大家招手那种感觉，或者在那儿唱歌前面就是那个圣母恩宠堂了就是那个后面那个也挺好看的后面还有个小塔美丽其实这个圣母恩宠堂在2战时候被毁过一次，但是达芬奇那个画的这个地方没有毁到这天选之子。先要在这儿换票教堂是这个但是去看最后的晚餐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带好自己的身份证 passport。达芬奇在这儿里昂纳多达芬奇他这个教堂里面还是很好看的还有一个小高塔我们现在在这里等进去开门了。它其实是被还原过的，褪色，它褪色很多，它不是完全真迹，就一直在它的原图上修复就是亲眼看到美术书上的东西还是很厉害。亲眼看它的细节，其实没有你在比如说美术书上的一个
那个数字复印版来的那么多细节，是不是？是的，就是很多。而且它的灯光打得很暗，所以你其实看不大很清楚。但是呢，那是真迹，对吧？画15欧看一眼还是不错的。最后的晚餐更有意思的就是当年看的那本小说叫《达芬奇密码》，就是丹布朗那本小说，以及朗霍华德拍的那部电影啊。达芬奇密码里面对《最后的晚餐》的故事有一点杜撰的成分啊。但是看完《达芬奇密码》再看《最后的晚餐》这种画呢，就觉得更有意思的啊。虽然它是杜撰，但是很多东西都得有演绎，它才能有意思，对吧？还是很值得来的啊！大家愿意抢的话，还是要抢一下的啊。你们俩已经累了吗？小麻了。不是吧你也累了，你真是别这样。我还好。对。下次还有机会来吗？不知道。这个建筑在这个角度看也很漂亮。再次称小电车，这个电车就没那么好看，全是广告。有空调，宽敞的小电车。再见嘞，达芬奇密码，呸，那个最后的晚餐，我们达芬奇密码，知道吗？你满脑子只有达芬奇密码，我算是看出来了。来了，出现了，多么！我们现在前往的就是米兰大教堂，多么，像日语一样的啊！好像说这个就是在意大利语就是大教堂的意思。但其实米兰大教堂很有意思，就是一般教堂都会有个名，就是耶稣的信徒，比如说圣彼得，然后圣约翰或者圣保罗，对吧？但是米兰大教堂它就叫米兰大教堂，但是它其实供奉的是圣母玛利亚，也就是耶稣的母亲啊，玛利亚。哇，这就是米兰最市中心，也是贼最多的地方啊！这就是米兰的贼窝啊，都一定要看好自己的东西啊！来，我们要看到多么了哦，多么！米兰大教堂是世界第2大天主教教堂，第1大就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啊。米兰是第2大，然后米兰大教堂这很明显啊，它这个建筑的样式就是哥特式建筑。哥特式建筑的特点就是它那个尖尖，很多这种线条的尖尖啊。哥特式建筑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特点就是它的浮雕特别多，当然还有它旁边有很多支撑起它这个顶层的那个飞浮壁啊，然后上面每个塔尖上的浮雕好像都是一个伟人啊。然后米兰大教堂对面这个雕塑就是意大利统一之后第1个国王，叫埃马努埃莱2世啊。然后在这个国王这边就是这是一个商业街啊，以埃马努埃莱2世名字命名的一个地方，埃马努埃莱2世拱廊啊，被称为米兰的 living room 啊。等会儿我们会进去看啊。然后米兰大教堂的票子呢，大家最好是提前网上买，以前甚至是免费的，但这2年意大利整个旅游的价格开始狂涨啊！现在你这个门票如果现场买的话15欧，在网上买的话，现在2026年5月份打折是10欧，以后就不知道是什么价格了啊！如果要登顶的话，套票是26欧啊，有点太贵了，我们就不登顶了。登顶的话，大家也要提前买，提前2天买啊，否则根本就约不到票子啊。Anyway， 我们先绕着这个建筑转一圈吧。它除了它这个立面很牛逼以外，它的侧边也很厉害。其实它这个教堂一共造了差不多600年，从13世纪一直造到19世纪啊。经典的意大利速度，因为太难造了，然后因为乱七八糟事情，所以它一直在搁置着，经历了无数个那种工程师啊。它有6000多座大理石的石像啊，然后有135座尖塔啊，这是整个米兰大教堂的一个数据，就全是这种浮雕跟柱子啊，还是很厉害的啊。其实可以登顶的，登顶大家可以选2种方式，一个爬楼梯，一个是乘电梯啊。然后乘电梯的话，据说就算你买了票子，在旺季也要排1个半小时，我也不知道真假。最上面那个金色就是圣母玛利亚啊，哪个？这个你看倒立的，看没有？一只手单手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文艺复兴还是很厉害的，真的，文艺复兴时期真的太恐怖了，现在人哪有这个心情去做这种事情？这边好像是排队上去乘电梯的啊，这个队还可以，不算很长。它其实这个教堂是火焰式的哥特式教堂，这个窗的这个样子是火焰式的啊，都可以摸的，真是我们在触碰历史啊。
你看这么多年来，这个石还那么干净啊，漂亮啊。没有人刻到此一游。就是现代与古的遥相辉映，甚至就是说，就是把现代东西跟古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点我觉得欧洲是做的特别好的啊。这个就是米兰大教堂正门那个铁门啊，这上面画的故事都是圣母玛利亚的故事啊，这些应该都是被人摸掉。他们说把这个摸的，我靠，这个摸的，你别说摸的很有艺术，你不觉得吗？远远看过来，金跟这个绿还挺像这个。是，它这个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故事啊，这边好像是圣母玛利亚的碑，这边是圣母玛利亚的玺啊，很厉害啊，应个劲啊。要进去参观的话，就走这里啊。米兰大教堂进来千万不要穿这种比较暴露的衣服啊，像短裤跟吊带，这种都是不能穿的，短袖可以啊。哦，进来了。哦，这个就是哥特式教堂经典的石柱，然后天上的那个，它那个天花板就像一个十字一样的啊，就是哥特式教堂的特点。哥特式教堂另一个特点就是漂亮的彩绘。它连上面都有很多雕塑，那柱子上面都有很雕塑。哥特式教堂真漂亮。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好好坐一会儿，这边全是位子。外面热的话，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天然的空调。这边反面也有，上面也有玻璃，你看上面应该就是圣母玛利亚啊。我们正好遇到米兰大教堂这边做弥撒啊，看神父来了。米兰大教堂还有个非常有名的雕塑叫圣巴索罗缪，它作者是叫马克达格里特啊，是公元1562年在这边雕塑的。由于现在他们这边米兰大教堂在做弥撒，所以我们进不去，看不到那个雕塑。但是雕塑的是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一个雕塑。圣巴索罗缪是耶稣的12使徒之一啊，在最后的晚餐就是最左边那个人，他殉道方式就是剥皮而死。他那个雕塑呢，就是他整个人皮都被剥掉了，看似像拿了层衣服，其实都是他的皮啊。反正现在这边就是在做弥撒，我们看不到啊，我只能放张照片。然后那个雕塑就是在那里面啊。哎，带着一些遗憾，我们走出了米兰大教堂啊。大教堂对面啊，就是这个很难念名字的这个回廊啊，这个名字我就不念了啊。这回廊其实是个商场啊，它是19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建出来的啊，现在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商场啊。然后它这个建筑的样子就是这种，中间是个圆球，然后两边就是这种拱廊型的设计啊。然后地上的这个地板是马赛克地板，当时的一个设计。还是很漂亮的。因为这地方这么热，这些人居然在这儿吃饭，反正总比晒太阳好。哦，这个就是拱廊的这个正中心啊。我们上次在这里看到的还是在那不勒斯看到的。那不勒斯也有个很像的一个拱廊啊。在这个正中间地上就都是一些意大利城市的标志啊。这个廊看就是罗马的标志。这个就是紫百合、佛罗伦萨的标志啊。这边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牛啊，怎么成这样了？这是被人家破坏了吗？还是什么呀？啊，这边有个非常有名的牛啊，就是踩在它的某个部位上转3圈是可以得到幸运的，但是现在好像这个牛被破坏了还是干嘛的，被拦起来了。这个拱廊上面现在太阳比较低，然后这个光打在这上面很好看的，然后天又是蓝色的。这边东西是买不起的，全是什么 Prada 啊、什么 Louis Vuitton 啊什么的，咱就看看就可以，金碧辉煌。好，带着金王。好，从这个长廊出去啊，这个有个广场啊，叫斯卡拉广场。这斯卡拉广场也是一个米兰这边比较有名的广场啊，其中伫立在中间的就是里昂纳多·达芬奇的雕像啊。
达芬奇在米兰好像居住过16年，也给米兰这边做出了不少贡献。啊，这个广场四周都是4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啊，这边就是这个长廊啊，然后那边就是很有名的斯卡拉大剧院啊，奥佩拉。今年米兰搞了奥运会，感觉整个城市非常干净啊，哪怕在这种市中心景点区域也很干净啊。我们去看达芬奇吧，去搞艺术的得拜一下达芬奇吧。现在这个光正好打在达芬奇脸上啊，拜一下艺术之神啊。这就是米兰很有名的斯卡拉大剧院啊，这个剧院是可以参观的，就是得花钱进去，咱就不去了。对歌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这个大剧院去看看歌剧，好像里面还可以参观一下，里面有个 museum。这个广场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中间一个雕像，四周都是树啊，夏天特别好看。现在是傍晚啊，这个光就很好看啊。但是哎，你看这路上还有莫名其妙这种雕塑啊，看着很吓人的样子啊。这是个银行啊，人民银行。现代跟古典的结合。就是米兰著名的时尚4边形啊，其实它就是一个路口啊，然后它的这边全都是奢侈品啊，像个步行街一样啊，这边就是 GUCCI， 这个就是4边形的路口，4个角都有很多贵牌子啊，什么那边是 Prada， 然后这边什么 Chanel 啊，看着平平无奇是吧？也没有说很牛逼是吧？过了，平平无奇啊。没有想象中的 fancy 啊，哪几个奢侈品牌是意大利的 ？Prada， 还有什么 ？GUCCI 也是啊，Miu Miu 应该也是意大利，BV 是意大利啊。我们没有小抄，没有小抄。这条街是最奢华的大街，叫蒙特拿破仑大街啊。我们去吃饭，搞点我们消费得起的东西。你们在欧洲吃饭，很多时候他就会送个餐前面包，不要钱的。结果最后体现在 receipt 上。结果吃完之后，吃饱了。这是什么？这是 risotto。这是 mozzarella tomato 色拉。这猪排吗？还是牛排？没有，这是牛排，这是牛肉。牛肉啊，房东给我们推荐的一家店，我们来感受一下。我感觉这个番茄挺好吃。肯定很甜。番茄好吃吗？这个我切了。甜吗？吃。就像炸猪排一样吃法，这真的不是炸猪排吗？这难吃，炸牛排第一次这样啊。牛肉味很重，有点干，说实话。但它不是很 juicy， 所以他们说很多时候说没看到过炸牛肉，因为那牛肉的汁水不就容易被炸掉。怎么样？看他无语。怎么样？还可以。这个说是什么？什么味道？这是说味。感受一下。烩饭它就是拿米放在锅里面，用水慢慢炖，然后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它的口感半生不熟的那种口感。米也是，就是它特别黏那种感觉。这个很香啊。这上面是 cheese 吗？说实话没有很惊艳，是一般吧。期待太高了。说实话挺一般，而且挺贵的。我们81欧，3个人。我们今天米兰的一天就结束了啊。其实还有个大运河。可以看个夕阳，但是我们今天回去要给寇姐倒时差。其实米兰还是挺好逛的啊，天气好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建筑都很不错，而且我感觉，因为奥运会这边变干净了很多。我也不知道奥运会前它什么样子。买了1日公交票的话，其实还是省很多体力的啊。我们今天基本在米兰市区可能也就走了1万步不到吧，还可以。明天我们就要出发去多洛米蒂了。那我们明天夜遇了。这才是主菜。这才是主菜啊！好吗？我们明天见，拜拜。